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我们又回来这个系列了。这些传奇账号究竟去了哪里？那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账号呢，就是曾经1556的国王，他也算是一个传奇玩家了吧？但是他的离开是比较让大家意外的，而且是悄无声息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走了。就是河粉其实他已经弃坑了，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吧，应该有好几个月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新接手的玩家，但是我相信这边的数据应该是之前河粉所打下来的，因为他才刚离开不久嘛。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的击杀跟治疗比例呢是 OK 的，但这个账号的战力呢其实不是历史最高战力啦。这个账号之前很屌哦，他之前提升到5亿战力，他的阵亡也算蛮多的，哇哦，差不多可以跟亚老那个账号对比了，有 2.2 亿的部队阵亡，并且他这个账号其实是那种很大的账号啦，所以一般不会有太多的 T4、T3、T2 那些，他这边阵亡大概率都是 T5 的部队。那河粉也算是比较起其他的国王里面算是比较活跃一点了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国王可能都不太爱讲话，没有什么发贴文，可是河粉他就很喜欢在社区那边发布贴文啊，然后有很多东西他都是直接讲啊，就比方说这个王国跟他许下了什么承诺，然后他去骂人家，对自己的王国发表了一些看法之类的。那当然他这边的一些贴文啊评价那些呢，可能有比较两极化一点啊，有些人会觉得说他讲话很直接，很敢讲，很活跃，有一些玩家可能就觉得说他这样子没有国王的气息之类的。那我是有见过他本人其实他本人还 OK 啦，算不错的，也有可能他在游戏里面跟现实生活中有一点反差啦，我不知道。但也就是因为他的人比较活跃一点尤其是在社区那边呢，当他离开的时候完全没有发一些通知之类的，就感到比较意外一点，怎么悄无声息的突然走了呢？现在这个账号已经去到3560了，但是这边的击杀跟治疗其实对比起其他玩家已经算是很多了。那么既然都已经说到1556的国王了，我们顺带一提及一下其他的玩家吧。那我们就从这位玩家 Zack 开始讲起。这位玩家离开也是悄无声息的，没有玩家发现到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讲啦，他也比较没有这么多出现在社区那边，没有多少玩家知道这件事情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当时候教父爸爸跟 Zack 他们是前3名的玩家，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。当然他的击杀比较起教父还是差了蛮大一段距离啦，但是比较起爸爸其实是蛮接近了，可以说是当时候的杀人机器之一。但你们要注意看这边的时间2022年，现在2025年了，在3年前他就已经有255亿的击杀那么接手他账号的玩家就是这位啦 Bosh Hahi， 这个应该是中东玩家来的。至于 Zack 他弃坑的时间好像有1-2年的时间了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当时候他击杀估计应该到了300亿，接近400亿左右，我个人猜测啦。所以这个玩家其实也是打了蛮多击杀的，而且我记得这位玩家继承这个账号的时间也是蛮久的，我时常会看到他的名字。这边也可以看到他的击杀治疗也算是蛮高的，但我不确定是 Zack 他自己拿到这么多的击杀治疗呢，还是这位玩家所创造下来的记录啦。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有在延续这个账号了，有去打架之类的。那既然都说到 Zack 他以前是很能打的玩家，所以相信这个账号的装备应该不会太差的。那近期也就是这2年才刚推出军器所以他所需要花的资金应该也只是在军器上面而已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当时候 Zack 他这个账号呢已经有2亿的阵亡了，当然也包括这位玩家可能有阵亡了不少的部队啦。因为假设说这个账号这里的记录是这个玩家所创造的，其实他已经算是阵亡了蛮多部队，当然比较起俄罗斯父子肯定没有这么多啦，但是如果这边的兵力换算去战力的话，已经是阵亡了接近2亿战力了，其实算很多了。但那个是需要长期累积下来的啦，所以这边应该大多数的阵亡都是由 Zack 他自己创造的。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最高的战力当时候是有4亿战力的，所以应该是在那个时期掉了不少战力啦。目前这个账号是已经移民到2162了，相信也是有不少玩家
知道这个王国啦。那这边可以看到他参与了7次的 KVK， 然后拿到了5个征服者之证，哇哦，也算是蛮多了。那我在讨论区那边就有找到一张他好像即将要离开的截图啊，当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击杀已经有426亿了，所以换算下来，这个玩家其实已经提升了150亿的击杀。那他离开的时间，根据这个玩家的截图来看呢，就大概1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，所以他接手的玩家其实算是很 OK 的。不过他那个战力好像掉的有点多，他当时候离开的时候有3亿战力嘛，那现在这个账号剩下1.8亿战力，可能这个玩家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拿来提升战力的，也说不定。他可能主要的那些加速资源都拿去打野仗了。那么接下来这一位玩家，这个确实是传奇啊 ，Legend Ronnie， 这个就是当时候主播的巨头之一。那时候好像 Legend Ronnie、Chisco、Sinchi 这3个主播的订阅者观看人数是比较多的，应该是说现在仅存还在活跃的万国觉醒主播就是 Chisco 的，那Sinchi跑去做其他游戏了。然后 Legend Ronnie 是完全从 YouTube 上消失了，他最后一次更新他的 YouTube 是在3年前，还有包括他的直播也是在3年前了，很久以前哦。他最后一场直播960打307，哇，那个也是很久了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，尽管他没有再继续经营他的 YouTube 的时候，他的订阅者都是已经比我更多了。所以为什么讲当时候他是万国觉醒的巨头之一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当时候他有做很多的内容啊，不少的攻略啊，一些更新。那他本人也比较幽默一点啦，但是发生了一些争议啦。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呢，就是发生在2019年了，官方还为此发布了一个贴文讲这件事情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当时候16王国的战争。那 Legend Ronnie 呢，他是有跟官方他们那边请求要更加多的资源、道具之类的，然后官方也是同意了。为什么他会同意呢？你不是应该要跟人家讲哦，你有什么请求什么之类的，要发生什么事情要问清楚才同意交给他，不是吗？官方这么容易妥协的吗？但是没有想到他拿了官方那些额外的资源加速，其实是拿去打其他的玩家，去欺负其他的玩家，所以就遭到一些玩家都投诉说，为什么他是内容创作者啊，他就可以拿到更加多的资源加速，然后拿来欺负我们这样子。所以官方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们不再提供任何的内容创作者资源加速、雕像等等这些东西，他们将会以金钱的方式提供给这些内容创作者啦。所以后来你们看到的那些内容创作者，他们都是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资源加速那些的，并且同时间 Legend Ronnie 那个账号呢也是被停职了，已经是不能用了。他把那个管理层的位置交给其他的玩家去处理，直接解除掉他的账号。然后还有把那些玩家主播的账号在哪一个王国全部都一一列出来，可能是想要让其他玩家警惕说，这些全部都是官方的赞助主播啦，所以叫他们自己注意一下还是怎样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联络他们。这个是当时候发生最大的争议啊，但是因为这个是历史悠久的事情了，2019年，所以如果你是新玩家刚加入万国觉醒的话，可能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但是对于我们当时候很老的玩家来讲是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尽管当时候我没有特别去关注万国觉醒主播圈啊，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然后他的争议不只是关于刚刚官方那件事情啊，后来又发生一些交易上的问题啊，买卖账号的问题啊，那些我就不太清楚，我也没有去了解啦，我个人不感兴趣啦。所以后来他也是没玩了，然后回归到现实生活中，他的账号也是停了下来，卖给其他的玩家。那以这边击杀来看呢，这个玩家应该还算是挺活跃的吧，这个算中等水平的击杀了。然后他这个账号参与过7次的 KVK， 拿到了4个征服者之证，还算是不错。以这边的击杀治疗来看呢，应该是接手的玩家所造就出来的，因为我记得 Legend Ronnie 离开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个东西，并且他这边计算的时间是从2013年5月30日开始。在他的频道上看到他最后一次更新影片的时候是在2022年8月15日，所以大概率应该不是他自己所打出来的成就啦，应该是接手的玩家所创造出来的成就。新接手的玩家其实还算 OK 啦，不过他的报告有点危险了，差不多要接近1:1了。
然后这边损失的部队不算太多，也有可能是本身那个账号战力也不算太高的关系啦，所以也不能损失太多的兵力。它历史最高战力也就1.7亿而已，所以可以说 Legend Ronnie 这个玩家这位主播呢，确实是存在不少的争议啊，但也确实他是一个传奇人物。下一个账号之前也是在1556的，可是我已经忘记这个玩家之前叫什么名字了啦。OK， 那么关于1556的一些传奇账号暂时介绍到这里，但是还没有讲完，因为还有更大牌的曾经1556的玩家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介绍到压轴 Duck Cookie。Duck Brownie 这个我们之后再继续介绍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。至于各位还觉得说有哪一些传奇的账号还没有介绍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，当然最好附上 ID 啦，因为这些账号要去搜索出来有一点困难要收藏很多资料啊，找很多的记录啦，才可以找到他们这些账号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留下这些玩家的 ID， 然后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，做过什么传奇的事情，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